比特币的上涨要宣告终结了吗？台湾也可以购买比特币现货 ETF 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观察之前我们有不断强调的下降通道，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如果取实体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天早上的价格呢，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们通道的上边界了。当然这个是我们采取稍微宽松一点的做法，也就是采取实体部分。那如果我们是用更严谨的方式我们如果是连针尖的话呢，那其实我们是还没有碰到这条趋势线的。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取实体部分的话，其实已经碰到了。那在这里受阻回落呢，其实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用更精确的方式那我们就必须连针尖针尖到针尖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当然是比我们最近所碰触到的66000多左右要来得更高一点了，可能要到68000左右才会真正来到针尖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就以当前的图表来看呢，其实走的是对多头是当然比较不利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并没有走得很干脆，我们是做了一个假的突破。这个假的突破，我认为是可以被确认的，因为我们在突破前高过后呢，它只往上打出了一点点的距离，然后随后就一根光头光脚的阴线向下。那其实我们在一段健康的多头走势当中呢，我们突破重要的高点，我们突破重要的趋势线，我们突破重要的关键位，我们都必须直接很显著的脱离原本的阻力区间了，而不是只往上走了一点点之后，然后我们就往下走。好，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如果说我们到4小时的话，我相信这整体来说是更清晰的。我们在前面呢，这条趋势线它的接触点非常非常多，至少有3个以上。那现在很明确是跌破了。其实我们在跌破的时候呢，它不一定会直接转空头但至少原本的多头呢，是消失或减弱了。我认为在目前为止呢，我们至少最少都可以说原本的多头呢肯定是减弱了。那再来你可以观察，其实它下跌的过程对不对？第一，我们在上涨的过程，我们从52400以来的上涨呢，其实整体来说多头的表现是比较零星的多头量能柱的表现是比较零星的。或许你可能说啦有这一根有这一根然后有这根有这根有这根。可是你看我们在这段下跌的过程对不对？它空头的出力是相当的明显的，是吧？那就可以表示其实我们这整段的上涨的这整段的行情多空其实是不明朗的，就并没有哪一方很明显的有压倒性的优势。那当然优势也绝对不在多头这一方。我们之前有不断谈到，其实我们现在走的是上升的通道，对吧？我们上下呢都至少有3个接触点，所以这个通道是肯定有效的。那现在跌破了这绝对是对于多头来说一个很大的警示信号。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再从小一点级别的话，我们在上涨之前，我们有走出一个区间，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趋势的行情我们看这个区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一个区间它被突破的话呢，那上边界它是可以再回来的它可以回踩嘛，对不对？可是下边界呢，通常是不能尤其是不能破。如果说连下边界都破了的话，那我认为这波多头呢就可以完全的宣告它终结那现在还在一步一步的创造新低点那我认为最终大约会在62000左右如果说可以到62000以下的话，那我认为这波上涨就可以完全宣告终结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趋势线，那现在也碰过来了 OK。 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就会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领取空头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领取空头的流程，然后你可以拿去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赚钱之后，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因为它本身就是现金，它是真实的仓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其实有谈到，我们有复盘过比特币比特币的价格走势就是橘色线的价格就是橘色线的这个折线图。那长条图呢，表示是每日比特币 ETF 的流入或流出量。蓝色零轴上当然是流入零轴下红色就是流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之前健康的趋势上涨当中呢，它都是有连续不断巨量的 ETF 资金流入它才可能产生趋势的行情。那我们在震荡的过程呢，其实我们这种上涨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在震荡的过程出现上涨呢，那
很多哦，至少有3、4次的。不过那不是我们要的。你可以观察啊，像我们这段的上涨，对不对？它只出现了一根比较显著的流入量哦，当然这个流量很大，没错，可是它走的不连续，而且这根流入出现之后呢，它其实就慢慢消退下去了，它并没有连续的出现。那么我们行情的最高点也就在此时出现了。还有我们在第2次是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连续流入了2、3根之后呢，好 OK， 那我们的行情呢也差不多就见顶了。所以我们流入量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见顶的时候了，除非我们这个流入它可以走得连续。那我们现在呢，确实出现了2根很不错的流入量，没问题的。我们也把行情推到了阶段性的最高点，没错。可是如果说呢，它没有连续的流入，就开始流入量开始消退下去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这一段的走势也会跟前面这2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说到 ETF 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就在今天，现在金管会呢是已经同意专业投资人可以附委托透过附委托的方式呢购买美国的比特币现货 ETF。那它是怎么定义专业投资人的呢？我们来观察一下专业投资人呢就包含专业的机构投资就比如说一些做基金的啦，或者说高净值投资的法人就是专业的这种法人高资产客户等等的那这种专业投资的自然人呢，就像我们是自然人财力大概要3000万以上。其实我相信3000万以上，对于有一定年纪或者说有一定地位的人来说，是不会到太难所以基本上是你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呢，你都可以透过附委托去购买海外。当然这里的海外就是指美国的比特币现货 ETF。所以其实比特币现货 ETF 它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它会慢慢让各个地方的人呢，最后都可以间接的去持有比特币都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入门槛很低的方式去持有比特币。这就是为什么 ETF 它这么重要那现在台湾这边呢也已经准许了。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国际金融你们知道日股在今天呢，它下跌的很惨，它下跌了最高到最低有下跌大概6、7% 左右。那如果我们只取实体部分呢，也有5%。你要知道这可是大盘这不是一般的什么垃圾币，这个也不是什么小币种，这不是什么小的小市值的股票这可是大盘大盘跌5%，这是非常夸张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当美国在降息的时候，其实通常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呢都会跟着降息，但除了一个国家例外，就是日本如果说美国降息的话，日本会倾向去升息那如果说日本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又要升息的话那我相信又会再引起像我们之前在8月5号那样的波动相当夸张的这种波动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大陆的股市中国大陆的股市。你可以发现呢，在我们上次直播，我们有谈到中国大陆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出台之后呢，陆股就完全大爆发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北京股市在政策宣布过后呢其实整个大陆的股票市场都异常的活跃，然后疯狂的暴涨。这可见做生意、做投资等等的呢，其实政府的政策呢是相当关键的，我们必须紧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